我们今天继续讲伤寒论。伤寒论是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指南。我们上一期视频说过，大家可以回头看看。里面张仲景就独创性的提出一个诊疗模型，叫做六经体系。这个体系是张仲景专门为急性感染性疾病量身定做的。为什么？急性感染性疾病有几个特点呢？第一个是发烧的共性，第二个是各种疾病的个性不明显，第三个是传变快，并发症多，第四个就是未知的远比已知的多。我们一个个谈。第一点，发烧是一切急性感染的共性。只要是急性的感染就一定发烧。不管是低烧还是高烧都算了，这是一点。再来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发烧的目的。首先发烧是主动过程，不是被动的，是我们人体对抗病原体的积极调节。那在药物还没有发明之前，人类生病的靠什么？靠的就是自己的调节本能。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常体温范围在37度上下，但是不知道这是我们和病原体长期对抗进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病原体都不能待在38度以上的环境里，它们的活性会被抑制。那么当我们被感染的时候，人体自然就会产热升温，把病原体抑制住。在抑制的这个过程里，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就会把病原体吃掉，然后赶出人体外。当人体已经确认没有病原体遗留在这个体内以后，才会解除产热的模式。我们的烧就自然会退了。所以发烧是用来抑制病原体，好让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够高效工作的本能。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发烧的目的，直接用退烧药会怎么样？你就是对抗本能，对着干。就等于是给那病原体开小门，把温度降下去，让病原体在人体里肆意妄为，想去哪里去哪里。表面上的人看起来是不烧的，但是病原体也被留在人体里。所以4个小时后，这个烧药效果没了，人就会再烧起来。因为这是本能嘛。本能。对。所以从抑制病原体来说，发烧的第一个铁律就是越早发烧愈后越好。就越早抑制病原体，免疫细胞清除它们的过程就会更加的顺利，病就好得快。但是你没有发现现代人治疗发烧的铁律是什么？退烧了。赶紧吃退烧药。所以完全颠倒了。那这一条铁律也被中医发现，所以在感染早期，病人还没有发烧或者发烧不够的时候，中医就会帮助病人升温。这个时期现代医学叫体温上升期，中医叫表寒症，治疗方法叫解表散寒。用的药叫辛温解表药。比如常用的药是什么？生姜和麻黄。所以我们以后都会和大家分享怎么用。那我们知道发烧是有利的反应，不止不该用退烧药，而且还要帮助人体产热。好，但是问题来了，发烧是不是越高越好？那肯定不对。对。烧寒怎么办？现在最多人担心的就是烧。对。38度以上的环境可以抑制大部分的病原体，但是一旦超过40度，我们的免疫细胞也会被抑制，就等于是杀敌1000，自损800。前面是激活，后面是抑制免疫系统。太过度了。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自杀式的行为？就是发生烈性传染病的时候，尤其是很多未知的感染。为什么会这样？在人体在遇到病原体的时候，首先会升到38度。然后人体会在观察病原体有没有被抑制。如果有被抑制，那么就维持在38度，属于低烧的范围。那如果这病原体比较强大，38度奈何不到它，继续升。对，人体就继续升到39、40度。这时候大部分的病原体都已经乖乖听话。那如果这个病原体真的很厉害，或者变异了，免疫系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高温持续。对，那么人体就要继续升温，40度以上了。这里面一部分是需要40度以上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过度的。为什么会过度？因为人对未知的病原体是很警惕的。它不像常见的病原体，好像流感这样，我们免疫系统已经当成熟人了。所以知道你怕什么，你喜欢什么，
但是未知的病原体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所以人体不知道你是王者还是虾兵蟹将反正我先生了再说。对，所以以防万一，他会用比较剧烈的方式来对待所以这时候的高烧就是不必要的那么如果这时候不进行人为干预那不需要等真的烧坏了对，不需要等病原体把我们干掉，高烧就足以干掉干掉我们所以体温长期超过40度的话，我们细胞的结构就会不稳定，然后结构决定功能嘛所以我们的功能也会被影响而且高烧会明显提高我们的代谢负担，耗氧量增加，心跳更快，加上不停的流汗人体就会脱水，真的是所以很多人就熬不过，好像我们以前古代的瘟疫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代谢拉垮而不是真的被感染死了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发烧的第二个铁律发烧不是越高越好，最好是38到40度之间，一定要人为干预对，中医也发现了这个铁律，所以在面对发烧的情况下，病人要被烧死之前中医会使用降温的方式这个时期呢，现代医学叫高热持续期，中医叫热症或者阳明热盛治疗法则就是清热降温用的药就是清热药石膏对，比如石膏白虎黄芩这我们以后也会谈到怎么用那发烧的这两个铁律是一个共性什么共性？也就是不管是什么急性感染都可能会出现简单来说就是你急性感染就一定要烧，那么你发烧就是两种结果，不是发烧不够就是发烧太够所以中医也发展出来一种治疗思路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感染，肺炎、咽炎还是胃炎不管还有你的感染是什么病原体旧的、新的、强的还是弱的都不管只需要辨别病人是发烧过度对，他是发烧过度还是发烧不够就可以了不够我就升温，太过就降温那这个治疗思路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是我不需要追着这个病原体跑，对我们不用抓那细菌来研究也不用怕它们变异进化不管你怎么变我都有办法对付你第二个好处是我们把治疗的大部分责任交回给本能我们不代替本能去工作不要过度干预对，适当的对，因为发烧是人体抑制病原体的本能发烧不够的话病原体可能就活跃一点所以我们清除它就难一点，那发烧太过的话免疫细胞自己会变性变性对，而且对我们的负担太重病原体还没有被清除我们就完了那中医做的就是调节这个温度或者叫阴阳让这个人体的温度更加有利于我们自己，既能够对抗病原体又不会造成自我的伤害换句话说中医不直接面对病原体，也不上场打坏人我们就好像军师这样运筹帷幄就把敌人搞定了那第三个好处就是永远适用2000年前有效，现在依然有效只要人体还有依靠发烧来对抗病原体的本能那么病原体怎么变都逃不出我们手掌心，所以我们要看见本能最重要对所以你看近来重大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就算现代医学没有办法了，那中医还是能够找到一条活路都是这个道理那这个治病的思维在现在还是很有远见的，我们看现代医学开始使用抗生素还没有到100年那抗生素的耐药细菌的耐药，然后超级细菌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办法解决中药就不会这样，中药不会过度的给它上面过度的降温或者过度的升温主要是中药它是一个复合体它不是单一的，单一它容易转变嘛然后新的这个抗生素就赶不上这细菌变异的脚步而且最强细菌都留在那个医院了重置细菌因为抗生素一直在代替人体的免疫然后又不断的锻炼这个细菌，所以人不可以过度的依赖任何外界的药手段就好像我们自己国家打仗我们不用自己的兵反而去求别的国家的兵那久而久之我们的兵力就越来越弱然后对方就一直得到锻炼
那等到哪一天别的国家帮不到我们的时候，那就完了。那为什么中医用了几千年的办法都还有效，但是西医100年不到就出现了问题？因为中医是把身体环境改善，通过调节人体的体温，抑制细菌，然后排出去的。它不是杀害这个病原体，主要还是排啦。对。而西医它是把这个细菌赶尽杀绝，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们是给它开个门，请出去。对对对，很温和。对，我们不是把它赶尽杀绝所以如果你赶尽杀绝，它为了生存就一定会变异所以强者生存，留下来的都是特种部队对，而且微生物无处不在。对，用抗生素的话，你会杀掉很多很多很好的微生物、细菌、真菌，然后你就破坏整个微生物生态。那你的免疫系统也是崩溃的。对，敌我不分嘛。那至于中医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一套治疗思维首先是因为技术的限制。要深入观察病原体就需要工具。这个显微镜是在16世纪才发明的。过了80年，科学家才观察到细菌。所以中医不可能走西医这条路。再就是中医有哲学的加持。中医考虑的是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体与其他生命的关系，还有与自己的关系。任何东西都是相生相克，互相依存的。那一个极端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和谐的关系，和谐的共存。对，才能够长久。与微生物共存，与所有的疾病。对，这些在《伤寒论》里都会提到。对。好，这影片有点长了。好，我们今天就讲了急性感染性疾病的一个特点。连《伤寒论》6经体系都没谈到。慢慢哦。对，我们下次再说。谢谢大家观看。谢谢。